之前呢，我有一个视频中给大家讲了一下在 Lambda 处理受检异常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么在 Java 中呢，处理异常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对于初学者而言的话，可能比较难以理解，即使有一些经验的开发者，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思考，我该如何去处理异常，包括呢，我要处理哪些异常，我怎样去处理它们等等的问题。而在一些团队中呢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规范去对异常做了一个封装，这些团队之间的规范呢，往往是不同的。在这个视频中呢，我通过9个例子，我们来聊聊在 Java 中异常处理的最佳实践。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，像这样的一段代码呢，相信大家都能够看得明白。我们使用 input stream 去读取一个文件，将它读到流里面之后呢，然后去读取文件的内容。然后呢，你会发现在 try 块的最后一行，我们将这个流给它关闭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写了兄弟，你不要这么做。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就是在 try 块中去关闭资源。这一段代码在不出现异常的时候，运行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当这个 try 块中抛出了异常，或者呢自己实现的这一部分代码有了异常，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保证这一行能够被执行。我们假设说这个文件不存在，那它有可能就会抛出一个 file not found exception。所以呢，合理的做法肯定不是这样了。我们来将这段代码复制一下。第一种方式呢是使用 finally 这个块，那这个函数名字呢就叫 close resource in finally。我们应该将这个 input stream 在 finally 这个块里面呢做一个判断，如果它不等于一个 none 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就将它 close 掉。然后呢，这里面再进行一个 try catch， 因为 close 的时候也有可能产生异常。我们使用日志将异常记录一下，关闭流，失败。然后呢，这些代码就可以给它删掉了。那这种方式呢，是在 Java 7之前我们可以这么干的，而 Java 7之后呢，提出了一个叫 try with resource 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我们来写一下，也就是我们可以不写这个 finally 这个块，但是呢，我们在 try 的时候呢，要将这个流的定义给它放在里面。我们将这一行呢给它放上去，然后呢，这一段代码就写成这个样子。名字呢我也重新取一下，叫 auto close resource。 使用这种方式呢，当我们使用完 input stream 之后呢，这个流会被自动关闭。这是 JDK 给我们提供的一种语法糖，这个分号呢可以不要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异常处理的基本技巧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。在这个例子中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个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内部呢，将一个字符串转为一个 integer 数值类型。那实际上呢，这个字符串有可能不是一个数值类型，所以呢，它会转换失败。失败之后呢，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方法的上面去给它 throw 一个 exception。那么在调用方呢，就可能会触发一个 exception。如果你去看这个函数的内部实现的话，它会抛出一个 number format exception。这个呢是一个运行时异常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不用 try catch。但是呢，我们抛一个 exception 实际上呢并不具体。如果别人不了解我们的代码在调这个方法的时候，那就没办法通过方法上面的这个签名呢，马上知道这个异常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是将具体的异常给它抛出去。要抛一个什么呢？我们再写一段代码叫 do this。我们要抛一个 number format exception。这样调用方通过看这个函数的签名，马上就知道你可能会抛出一个数值格式化的异常，而不是这种非常大的异常。因为大的异常下面有 n 个子类，定位的时间呢也会更久一些。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。在这个例子中呢，我自定义了一个异常 not found girlfriend exception。然后呢，我们写了一个方法叫 do something。它有一个入参，并且呢，它可以抛出一个这样的异常。一个很好的实践方式是，我们应该在这个方法上面，在抛出异常的这个注释部分呢，加一个文档说明，加一点点注释，相当于告诉调用方，它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异常。也就是，如果你不订阅我的频道的话，那么很有可能抛出 not found girlfriend exception。当然，这是一句玩笑话，和前面一样。这个都是为了给调用者提供更详细的一个信息，从而让他更好的去避免触发这些异常，以及出现之后如何去处理。我们再来看第4个例子。在抛出一个异常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尽可能的精确描述问题和相关的信息，这样无论是打印日志还是在监控工具之中，都能够快速的被别人发现具体是什么信息，
从而呢更好的定位错误以及错误的严重程度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并不是对错误的信息做一个长篇大论，因为本来这个 exception 的类名已经能够反映错误的原因，所以呢我们在打印日志的时候呢，只需要稍微描述一下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们在业务开发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地方能够抛出异常，肯定是因为这个变量的入参呢出现了问题，一般是通过方法传进来的。我们假设那个参数叫用户 ID， 那这里的日志呢，我们就可以简单写一下，叫用户 ID， 用户 ID 格式化失败。这个类名呢，能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数值格式化的异常，而异常的额外信息呢，就是用户的 ID。那么你可以精确的定位到错误信息。这是最佳实践的第4个例子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。这个异常是不可答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异常是它的父类，它是子异常，也就意味着下面的异常更加具体。所以当我们一个逻辑块中产生多个异常的时候，有多个 catch 的时候呢，按照捕获的顺序，只有第一个匹配到的这个异常才会去执行。如果先捕获了这个非法参数的异常，那么后面呢是无法运行的。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呢是将这一段应该给它放在上面。原则就是我们优先去捕获一个具体的异常，当捕获不到具体的异常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捕获一个相对比较笼统的异常。当然最底下呢，你也可以写一个 catch exception，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。这是异常处理的优先捕获具体异常这一条原则。你也可以回想到第一个例子中，我们有一个 file not found exception， 下面呢还有一个 IO exception。那么 IO exception 呢是它们的父类，所以我们优先应该捕获具体的异常。我们再来看第6个例子。throwable 这个类呢是所有异常和错误的父类，你可以在 catch 中去捕获它，但是呢你永远都不要这么干，因为如果你 catch 了 throwable 的话呢，不仅仅会捕获所有的 exception， 同时呢也会捕获一些 error， 而 error 呢是表示那些无法恢复的 JVM 错误。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 Stack Overflow Error 和 Out of Memory Error。那么这两种情况呢，都是由于应用程序控制之外的情况引起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。最好不要在 catch 中去使用 throwable， 除非呢你非常能够确定自己处于一个特殊的情况下，并且呢你能够处理这个错误。比如说你在设计一些非常底层的中间件支持的时候，那有可能会捕获这个。但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业务代码中是不要这么干的。这是第6个原则。我们再看第7个。很多时候有些人写代码的时候呢，非常的自信，他认为呢这个 cache 是永远都不会走到的，永远都不会走到的，一定不会的。所以呢他在写了一个 cache 块，在这个地方呢写了一个 ignore 或者加一行注释，但是呢没有做任何的处理或者记录日志。也许你想到了 99% 的可能性，但是呢请不要忽略一个例外，因为你不知道代码在未来会发生什么变化。当然呢我说的这种做法其实我以前也这么干过，但是呢合理的做法是至少我们在这里面呢要记录一下异常的信息，比如说打一句 log.error 不可能走到的。我们这样一记录的话，万一他哪一天走进来了，至少我们记录了一些东西可以排查一下。再来看第8个例子。这个例子中其实也就非常经典了。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代码或者类库中呢，都会有一个捕获异常然后再次抛出的这样的逻辑。像这一段代码呢，你可能看过，这个逻辑看起来好像是合理的，但是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日志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。来看这样的一段日志输出，这里将错误的对战呢输了2次，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。所以最佳实践告诉我们，要么你就抛出异常，要么你就记录异常，你不要两者都做。你抛出去让别人去处理，如果你记录了呢，大家都可以看到。而至于是抛出还是记录呢，那就取决于到底是你处理还是调用方处理。假设是调用方处理的话，那我们抛出，那这个时候呢再次运行。调用方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梦函数调用处，因为它是一个运行时异常，所以呢这块可以不用 try catch。最终走到顶层的话呢，就直接抛出来，让主线程呢直接将异常输出了。捕获和抛出只选择一种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。在这个例子中呢，我们写了一个自定义的异常，是自己的一个业务异常。这个异常中呢，我们有2个构造函数，一个呢可以传入一个 message， 另一个呢追加了一个 throwable。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方法，
这个方法中呢，我们就是转换一下 user ID， 转换成功的话，我们输出一下它，也就是使用这个数据。否则的话呢，我就 cache 到了一个异常 ，cache 到之后，然后抛出一个我自定义的异常，因为自定义的异常更加具体，所以呢，大家都会这么去干，在实际的开发中也是这样去使用的。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我们来运行一下。那你会发现，虽然它呢抛出了一个自定义的异常，并且呢输出了一句描述错误的消息，但是呢，从这个消息中，我们确实得不到任何信息。我们没办法快速的知道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在包装异常的时候呢，没有将原始的异常站传递进去。我们知道这个异常呢是在26行的时候抛出来的，在抛出的这一刻呢，它实际上捕获了这样的一个异常，所以呢，我们应该将这个 exception 给它继续传递下去，在这个地方呢作为第二个参数传入，而这里面有一个构造函数呢，它就可以将这个调用站给它记录下来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运行，那你就会发现，除了我们的描述错误消息，同时呢也输出了具体的一个异常站。通过这一行信息呢，我们就能更加明确的定位到错误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在企业中需要做一个包装异常的话呢，假设我们有一个 code， 有一个自定义的 message， 同时呢我们可以将异常站也给它记录下来，除非呢你们已经约定好了这个异常就是为了得到一个 code 和自定义的 message。 那其实这样做的话，有一点点违反了 Java 异常的一个使用规范，因为你完全可以不用异常去做呀，你可以用一个 result 这样的一个类去设计一个 code 和自己的 message。 关于异常的使用呢，我举了这个9个例子，我相信对你以后的编程开发是一定会有帮助的。我们通过这9个例子可以知道，在抛出或者捕获一个异常的时候，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需要考虑，其中的许多点都是为了提升代码的阅读性或者是 API 的可用性。那异常呢，不仅仅是一个错误控制机制，它呢也是一个沟通媒介，所以呢，你和你的团队应该定制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规范，去让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并且使用它们。如果你还想看其他的一些编程最佳实践的话呢，可以为我的视频点一个赞，同时呢关注我的频道。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和我留言互动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